F-16 Block 20为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自1997年起陆续交付中华民国空军的一系列 F-16战损战斗机，美方称之 Block 20，即第20批次生产版本。机体以批次15 OCU 为基础，机翼与机尾为批次52的混合机型，航电以北约 F-16AB MLU 方案标准为基础改进，具备超视距空战、精确对地和反舰能力，总计生产150架。截至2012年，保有140架在役。自2018年开始，空军已陆续将旗下 F-16AB Block 20升级为 F-16V 标准，而全数 F-16AB Block 20的升级计划预计于2023年完成。冷战时期，中华民国空军依靠美制战机保障制空权。自1970年代 F-16进入美国空军服役之后，在每年的美台军售会议上皆出现向美国要求采购 F-16的提案。在吉米·卡特政府执政时期，通用动力针对无法获得美国国务院审核的潜在客户，提出使用 F-4U-02战斗机上的 J-79涡轮喷射发动机动力的降级版 F-16、F-16-79计划。据悉，便是为了争取中华民国订单而研制，但使用前代发动机的 F-16-79性能不如一般 F-16，而有足够经费采购 F-16的国家，美方多半愿意提供标准版本的 F-16。降级版本的 F-16-79自然不受大多国家重视。在1980年代，因里根政府签署817公报，更让出售 F-16给中华民国空军的希望渺茫。至1980年代后期，中华民国空军主力的 F-104战机因为接近寿命中期，妥善率偏低，除了严重影响空防任务之外，也造成多起坠毁意外和飞行员的折损。1989年5月，中华民国参谋总长郝柏村访问法国之后，达林集团同意出售幻象2005战斗机60架，中华民国空军方面并且保留后续60架战机的采购选择权。一般相信，这件军售案给予美国政府某种程度的冲击。1992年9月3日，时任美国总统的老布什在美国总统选举竞选期间宣布同意出售中华民国150架 F-16战机，包括120架 F-16A 与30架 F-16B， 总金额达到60亿美金。这个采购计划，美方命名为和平凤凰，台湾命名为凤凰计划。虽然当时通用动力公司在德克萨斯州沃斯堡工厂在量产的机种为 F-16CD， 而且这也是中华民国空军的首选。然而，通过批准出售的是 AB 型，要复刻旧机势必会增加成本及后续的各种难题。最后，在双方协调后，生产了一种独一无二的 AB 型。这个批次使用了批次15 OCU 的后期型的机身为基础，批次30、40的机翼，批次52的机尾与垂直尾翼，批次42有挂载点的进气道，搭配当时欧洲4国正在进行中的中期寿命升级计划的航电设备标准，以及批次32的动力系统，普惠公司的 F100PW220 发动机成为独一无二的型号 F-16批次20。和平凤凰计划虽为中华民国战机提供实施语，但当时的中华民国空军估计需要450架左右规模的先进战机，先后购入的3款机型总数仍不到这个门槛，因此还有大约1个连队左右在1980年代末期制造的 F5EF C 构型机仍在服役。这批战机服役20年后，约自2005年起，陈水扁政府执政时，中华民国空军开始将美国采购，争取至少66架的 F-16CD 取代 F5机队。但美国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抗议，又顾及广大中国市场的经济贸易下的美国国家利益及诸多理由加总下的 F-16采购计划，美方长期未能允诺，直到2019年才成功采购 F-16CD Block 70。面对中国及台湾双方空中战力落差逐渐弥平甚至不利的状态，2011年9月22日，美国政府通知中华民国政府的军售项目，提供了 F-16的全面升级计划。美国方面释出的清单包括换装主动电子扫描阵列雷达、联合头盔瞄准系统、AIM-9X 响尾蛇空对空飞弹、NALQ-213 电子战管理系统、联合直接攻击弹药、Have Glass 2电磁波吸附逆踪涂层，以及计划研究换装 F100PW229 发动机等。之后实际升级并未更换发动机，而是沿用原有的 F100PW220 发动机。而美国部分参议员与众议员则希望奥巴马当局批准 F-16CD 对台军售案，一方面可以满足中华民国的要求，二方面
可以让即将关闭的 F-16生产线延长一段时间，解决美国严重的失业率。后来就美国官方的说法，美方并未排除日后售台 F-16CD 的可能性。此一说法就是先将国军 F-16AB 增强某种程度的战力，尽量达到平衡解放军威胁的程度。2012年10月，洛马公司赢得美国政府价值 18.5 亿美元的合约，为中华民国145架 F-16AB 战斗机升级航电系统。洛马公司称，升级包括安装主动电子扫描阵列雷达、嵌入式全球定位系统、升级电子战和其他航电系统。在雷达来源部分，中华民国空军决定交由洛马选择与美军同样的雷达款式。2013年8月1日，洛克希德马丁宣布由诺斯罗普格鲁曼的 SABR 雷达赢得竞标。升级工程除了前2架在美国实施外，大部分改装业务由汉翔工业在台湾进行。2016年至2021年完成作业。2015年10月21日，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在公司官网上宣布，换装主动电子扫描阵列雷达等设备的 F-16V 已于16日在德州沃斯堡基地完成首度试飞。该架完成性能提升的 F-16A 战机隶属中华民国空军，这也是全球首架 F-16 微型战机完成试飞。另一架由双座机改装，在中华民国空军服役的 F-16机队首批升级在2017年1月16日进场。批次20是以批次 15OCU 的后期型机身结构为制造基础，而批次 15OCU 的后期型特色则是采用批次50、52的机翼和后机身，强化原先 F-16A 的结构缺点，因此在机身空重部分高于批次32，低于批次52。进气口更换为两侧下方增设硬点结构的批次42架构，可携带低空导弹及夜间红外线标定夹舱外销版 AN/AAQ-20 探路者导航夹舱与 AN/AAQ-19 神射手标定夹舱。其进气口为 F100PW220 构型，直径较小，不适用 CD 批次50-52进气量较大的 F110G1-129或 F100PW229 发动机。批次20装备 AB 型使用的 AN/APG-66 脉冲多普勒雷达，中华民国空军使用的型号为 AN/APG-66V3，最大探测距离约为150公里，输出功率为 3.58千伏安，共购买157具。与欧洲国家中期寿命升级的 V2A 不同， V3 为配合麻雀飞弹需要的半主动雷达导引，增加了连续波发射组件，提供连续波照明模式供飞弹射击指挥用。同时，因早期凤隼案时美国并未出售中华民国 AM120， 故将 AM120 的导引能力暂时缩起，直到2000年美国政府宣布同意出售我国 AM120 后，才将此能力恢复。除此之外， AN/APG-66V3 和 APG-66V2A 能力大致相同，如最大探测距离180公里，能追踪10个目标并导引飞弹打击其中6个。批次20和批次15OCU 一样，都是使用 F100PW220 涡轮扇发动机，特点是采用数位控制系统，改进先前型号的缺点和提高可靠度。最大军用推力14370磅，最大后燃推力23770磅。批次20使用的航电系统多半与欧洲北约国家在1980年代实施的 MLU 计划相同，飞控计算机为德州仪器公司的模块化任务计算机，搭配菲尔蔡防卫公司的数字化地形系统。资料显示，则是由汉威公司的彩色阴极射线显示器。座舱内部仪表盘与夜视镜兼容，不过座舱罩上并未镀上降低电磁波反射的筋膜。批次20虽然是新生产的飞机，然而机上的线传飞控系统仍然沿用 F-16A 的类比系统，而非 F-16C 的数位系统，也因此无法与完整版的 Lightning 夹舱进行整合。2001年，因采购 AM120， 批次20机队将任务计算机升级至 MMC 3051标准。批次20主要的电子自卫系统是 AN/APX-113 先进敌我识别器及 AN/ALR-56M 雷达预警接收器，搭配 AN/ALE-47 反制撒布器，提供基本的电磁波辨识、警告及自卫技能。ALR-56M 先后在2006、2016两度升级更新。除了被动防御针检硬件，1994年美方同意出售80套 AN/ALQ-1847 电子干扰夹舱。这一款电子干扰夹舱也在后续升级中整合入 AN/ALE-50拖曳诱饵系统，为 F-16提供较充分的电子作战自卫能力。
1998年6月，美国另外同意出售28套蓝艇外销版加舱，总价值1.6亿美金。这一批加舱虽然没有原版蓝艇的完整功能，包括自动地形追掩与回避，以及自动指拍目标给红外线影像导引的小牛飞弹，但是仍让批次20机队得到了夜间低空作战能力。除了与战斗相关的系统，在和平凤凰计划执行时，空军同时以凤眼计划采购挂于机腹的侦照加舱，使 F-16具备侦察机的能力。加舱军规编号 AN-VDS-5 LOROPEO。此装备实际筹获始末，空军并未公开资料，外界仅知采购10组。在2000年派遣相关人员赴美接受训练，略约在2004年，该批装备结缴给中华民国空军第12战术侦察机中队服役。此侦照夹舱具有光学、红外线影像侦照功能，采数字化存储器储存影像资料。侦照距离有2种说法：50海里以上与70海里。自美国运交 F-16后，因为持续购入新武器，机队一直在执行小规模的升级，但都以更换计算机软件、改善界面等次系统居多。全面性升级计划是跟随美军计划，升级清单在2011年9月22日美国发布的对台湾军售清单中详列。虽然美军因强制预算遵节计划一度让 F-16延寿改良计划陷入停摆风险，但后来在拆开计划并由中华民国空军负担计划费用下，最终项目顺利续行。升级型机种原厂称为 F-16V。2017年9月27日，东森新闻采访嘉义空军基地的455战术战斗机联队，该联队战力展示在待命室待命的飞行员，完成战机6分钟升空拦截。2017年9月30日，中国中央电视台首次播放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的轰6K 轰炸机于2015年3月30日飞越台湾南方海域的巴士海峡时，遭2架不明战机拦截。和轰6K 最近距离仅10多公尺，两岸官方皆未证实战机国籍、机种，但两岸军事网站根据外形研判为中华民国空军的 F-16战机。2019年10月，三立新闻台能战全民新世界公布6802、6821跟6609、6623、6631、6653在嘉义基地飞行影片。2019年11月，空军派出6架性能完成提升的 F-16V 战机，首次参与天龙演习。台军的幻影2000年5月战斗机已经服役20年，它曾经力压大陆所有战斗机。今年，台军为了纪念幻影2000服役满20年，举行了多次纪念活动。那它的实力究竟有多强啊？我们今天来好好唠一唠。1992年，台湾从法国手中购买了60架幻影2000战斗机，其中48架单座，12架双座。幻影2000是法国达索公司最成功的作品之一，也是最热的外贸产品。幻影2000远销8个国家和地区，生产总数高达600架。卖给台湾的幻影2000年5月，除了改善对空能力外，还具备相当的对地战力。幻影2000年5月可挂载泰勒斯研发的 TV 激光标定夹舱，执行对地精准打击，以及新的ADY多普勒雷达，它可以同时扫描24个目标，计算出最具威胁的8个目标，引导4枚超视距米卡导弹攻击不同的目标，同时可挂载幻影2000音的大容量副油箱，延长续航力。而幻影2000还是参加战争最多的法国飞机，法军的幻影2000战斗机参加了80年代至今的多次北约重大军事行动，海湾战争、波黑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客观来说，幻影2000的战斗机相当强悍，不亚于同时代的 F-16。有意思的是 ，F-16 唯一击落的战力对手就是幻影2000。1996年10月8日，希腊空军发现土耳其空军2架 F-16D 正在越过爱琴海进入其领空。希腊空军2架幻影2000和2架 F-16C 以及起飞拦截，在进行警告后，希腊飞行员发现 F-16D 不但没有回退，反而进行了战术动作。希腊飞行员立即进行拦截作战，在进行大机动缠斗后，一架幻影2000成功占据 F-16D 后半球位置，果断发射1枚魔术2导弹，导弹准确击中了土耳其的一架 F-16D， 另外一架见势不妙立即逃窜，这是 F-16 服役以来唯一被击落的记录。1993年，台湾方面安排飞行员去法国学习，当时台军甚至整个东亚没有装备过法制飞机，对于这种飞机非常不熟悉。经过长达3年的培训，台军多批飞行员完成了相关的训练。1996年，飞机开始交付给台湾方面。明眼人看到1996年就明白怎么回事。当年台海对峙严重，差点爆发大的冲突。当时解放军的空军还比较薄弱，除了少量的苏 27SK 以外，其实数量庞大的歼8、歼7甚至歼6，即便是最先进的苏 27SK， 性能上同幻影2000相比也有一定差距。
其他飞机更不用说。在1996年，台湾的幻影2000正是具备发射超视距米卡导弹的能力。台湾飞行员曾发射米卡导弹，击落了67公里外的靶机。不过，幻影2000在1996年还没有运到台湾，不然台湾军事估计更厉害了。其实早在80年代，大陆军方就曾经试图装备过先进的幻影2000。当年大陆代表团去巴黎考察幻影2000，被该机的性能震惊。试飞员以低速进行了各种飞行动作，幻影2000低速的高机动性确实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进行空战科目试飞时，担任目标机的幻影 F1 始终无法摆脱幻影2000的追踪攻击。反之，当幻影 F1 在攻击位置时，幻影2000只要做大角度爬升并减速，就可摆脱受攻击态势。大陆方面很想购买一批幻影2000，并且引进技术。只是法国飞机从来都很贵，此次法国人开价很高。90年代的大陆没有什么外汇，实在是买不起。在会见法国总统时，大陆的总书记曾经专门为此还价，但达索公司坚持不降价，最终谈崩了。直到台湾和法国在1990年开始谈判购买幻影2000。正常来说，中法关系不错，台湾本不可能购买成功，因为1989年大陆和西方社会对立，中法关系暂时陷入僵局，最终台湾钻了空子。得知台湾方面的军购提议后，大陆方面则是用尽全力让其交付幻影2000。大陆外交部甚至提出，如法方放弃售台幻影战斗机，中方将派采购团访法，签订一批合作项目，并可现汇购买20亿美元的法国产品。代表团还向法方提供了一个可能同法方合作的项目单子，共8大类50个项目，总金额达154亿美元。但在美国的默许下，最终台湾还是军购成功。为此，大陆方面极为愤怒，大陆政府宣布撤销部分拟中于法方的大型合作项目，如广州地铁、大亚湾核电站2期工程、购买法国小麦等，不再与法国商谈新的重大经贸合作项目，严格控制两国副部长及以上人员的往来，立即关闭法国驻广州总领事馆。1997年，幻影2000正式运到台湾服役，到1998年，所有飞机全部交付完毕。只是奇怪的是，在台军服役期间，幻影2000曾经出过几次大事故。比如1999年，一架双座幻影2000因撞鸟坠机，2名飞行员弹射幸存。同年，一架单座幻影2000在苏澳外海失踪，推测坠机入海，原因不明。2001年，一架双座幻影2000在新竹外海坠机，2名飞行员跳伞后，一人当场殉职，1人事后重伤不治。2013年，又有一架双座幻影2000因机械故障坠毁，2名飞行员及时跳伞逃生。有趣的是，故障如此之多，台湾对幻影2000却有好感，这主要还是法国人的态度问题。一旦幻影2000有什么问题，只要联系法国方面，达索公司立即热情解决，从不拖延。而 F16 的相关问题，美国人则是店大欺客，能拖就拖，还经常怒斥台湾方面保养不力。久而久之，台湾方面尤其是地勤人员对法国就比较有好感。目前幻影2000已经服役20年，属于落后飞机，因大陆方面的抗议，法国难以继续给予幻影2000升级和延寿。况且法制飞机终究属于小众，维护费用高昂，又自成体系，不符合台军目前尽量靠拢美制的目标。所以幻影2000已经较少起飞，估计10年内会被逐步转为2线。说完了幻影2000，我们再来说说现在一个很多人关心的话题，那就是台湾军事实力究竟如何。有人说弱不禁风，根本不值一提，那是跟大陆比了。要是放在全球来看，足以吊打 90% 的国家和地区。你可千万别以为我在吹牛。下面我们来说一些数据给大家看看吧。首先，目前台湾军队规模约为16万人，跟英国是一个级别的。不知道让曾经日不落的大英帝国情何以堪。在空军方面，台湾有289架战斗机，其中包括 F-16A、F-165V、幻影2000-5AIDN、F-51等等，具备不同的作战能力和战斗性能，可以应对不同的战斗环境和威胁。直升机台湾有280架，其中包括 I-60 黑鹰直升机、专用武装直升机，比如 I-64 阿帕奇和 I-1W 超级眼镜蛇。看起来数目不多，但要知道台湾面积才 3.6 万平方公里，这么算下来，差不多每150平方公里就会有一架战机在空域上飞。这大概是个多大范围的？大家知道新加坡吧？这个国家算小了吧？它的国土面积只有700多平方公里，因此150平方公里差不多是新加坡1/5的面积，已经是非常小的面积了。正因如此，台湾空军有14个主要基地，从北到南都有，覆盖了整个岛屿和周边地区。而在防空系统上，台湾有爱国者、天弓、霍克3种，其中漂亮国生产的爱国者有效拦截范围可达200公里以上，理论上只需要2套，
就可以覆盖整个台湾。至于台湾自主研发的天弓和霍克，前者最大射程可达200千米，综合性能超越爱国者3，而后者虽然在上世纪50年代就已经服役，但如今已经很难适应复杂的战场环境了。防空导弹数量上面，台湾拥有各型防空导弹高达5000枚以上，防空导弹密度堪比中东地区的以色列。毫不夸张地说，在整个世界范围内来看，它也属于防空导弹密度最高的地区之一。至于远程预警雷达系统，台湾也有，比如从漂亮国购买的铺路爪雷达，是一种探测前射对地攻击弹道导弹预警雷达，被部署在台湾新竹乐山基地，最大探测距离在3000公里以上，可以探测导弹的弹道、发射点，计算出弹着点的位置，来提供弹道导弹来袭的预警情报，并且具备对弹道导弹的持续跟踪能力。除了铺路爪远程预警雷达外，台军目前还建立了40多个预警雷达站，装备固定式和移动式预警雷达，数量更是高达上百部。这些雷达的探测距离从几公里到几千公里，探测高度从几十米到几万米不等。陆军方面，台湾有2000多辆坦克，其中包括漂亮国的 N1I2 主战坦克和拥虎坦克，还有1600枚火炮。至于其他各种装甲车，它们加一起的数量差不多有3500辆。海军方面，台湾有4艘基德级驱逐舰，20多艘护卫舰，其中包括基隆级、中勇级、亚光级等不同型号的舰艇，配备了先进的武器和雷达系统。对了，台湾还有4艘常规潜艇，其中2艘且比级海豹号和海蛇号是2战时期开始服役的老式潜艇，目前主要用于侦察和反潜训练。另外2艘舰龙级前舰海龙与海虎号设计于上世纪80年代，从荷兰引进的，是台军反潜反舰主力。可能担心4艘不太够，据报道，台湾海军目前计划制造8艘新型潜艇，这些潜艇将采用先进的技术和材料，具有更高的隐身性、航速和作战能力。因此从整体实力来看，台军还是具备相当实力。近日，泰国在购买 F-35 战机的时候，不但没有受到美国欢迎，反而是遭到了美国的羞辱。在出口武器仪式上，各国都十分欢迎其他国家购买自家的产品，而美国则不同。在关于出口武器这一点上，美国还要对买家进行资质审核，只有符合美国的要求和标准了，才能够采购美国的武器。但即便是这样，也就有许多国家看中了美军世界第一的战斗力，抢着购买美国装备。特别是在 F-35 战机上， F-35 作为当前世界上唯一的一款能对外出口的5代隐身机，放到国际军火市场上就是降维打击，再加上全球能资产隐身战机的国家都不超一个巴掌，这让这些国家更加想购买这款战机了。即便是美国对购买这款战机的买家开出了大量的条件，依旧是有许多国家都上赶着送钱。不过有的国家就没那么好了，像那些西方国家采购 F-35 战机，美军开出的额外条件无非就是加强美国对这些国家的掌控力度，价钱和配套设施什么的都不是问题。而泰国则不同，泰国在购买 F-35 战机的时候，不但没有受到美国欢迎，反而是遭到了美国的羞辱。面对泰国的采购请求，美国直接拒绝了这一申请，并且美国驻泰大使还向泰国空军司令传达了五角大楼的意思。由于泰国的基础设施太过落后，军事基地上的机场连最基本的安全保障都无法做到，如果泰国想要采购战机的话，就会改善这些问题，而改善这些问题又会花费大量的时间，所以泰国还是再过个5年、10年再来说采购 F-35这事。换句话说，就是美国认为泰国的机场条件太差，实在是配不上 F-35 这种高贵的战机。当然美国也不可能拒绝着送上来的生意，还是给了泰国另外2个选项，可以选择购买 F-15 或者 F-16 战机，但这显然不是泰国想要的。更何况购买这些战机的钱说不定比 F-35 还贵。目前 F-35 的出售价已经被涨到了2亿美元的价格，但是印尼在采购 F-15 战机的时候价格更离谱，花了140亿采购36架 F-15 战机，其中95亿是用于采购战机的钱。这样计算的话， F-15 战机一架的价格就来到了 2.6亿美元，比 F-35 还贵。泰国买 F-35 都得心疼半天，怎么可能花费更多的钱和印尼一样采购 F-15 战机呢？至于 F-16， 虽然 F-16 和 F-35 在功能定位上一样，都属于一款多功能中型战机，但是这个 F-16 的版本可就有门路了。泰国想获得最先进的 F-16 型号恐怕没那么容易，再加上最先进的 F-16 型号价格也达到上亿美元，大量采购的话同样是泰国空军无法承担的。不过话又说回来，美国拒绝这笔生意的原因恐怕没有他们说的那么简单。早在2022年，泰国就突然对外透露他们准备购买8架 F-35A，
而且机体的单价仅仅只有7000万美元。一个没有太多空中压力的泰国，4代机也基本够用，突然提出要买 F-35A， 而且价格还这么低，这是让很多人看不懂了。虽然美国在向所有盟友推销 F-35 战机，不过细看下来，很多国家还不配买 F-35。比如在中东地区，美国就拒绝了除以色列以外所有国家的购买请求，海湾地区那些美制战机大用户也不例外。除此之外，东南亚国家购买 F-35 难度也不小，目前只有新加坡一个国家例外。他们在2019年和2023年分2批订购了12架 F-35B 战机，新加坡能例外也不奇怪。扼守马6甲的新加坡统战价值很高，而且还开放樟宜基地给美国航母使用。其他和美国走得很近的国家，例如印尼、马来西亚和菲律宾，能购买的最高级战机也就 F-15X。另外，这个7000万美元的采购单价也让人感觉匪夷所思。尽管 F-35 飞离成本正在迅速降低，但还远没到7000万这个水平。根据美国防部公布的预算， F-35A 的飞离成本在2024财年是9245万美元，预计最终飞离成本为 1.19亿美元。不过对于国外客户来说，考虑到飞行训练、后勤保障、弹药部件等方面因素， F-35A 的采购单价可以轻松突破 1.5亿美元。以韩国为例子，2022年他们决定增购20架 F-35A， 合同金额达到29亿美元，平均每架飞机的采购成本超过 1.4亿美元。对于美国来说，韩国是亚太地区关键盟友之一，很难相信泰国采购 F-35 的单价只有韩国的一半，这多少有点难以理解。事实上，抛开成本因素不谈，美国现阶段向泰国出售 F-35 可能性也非常小。首先 ，JSF 项目实行的研制伙伴制度，有个研制伙伴提供研制资金，这些研制伙伴在战机采购之中享有优先权。现阶段 F-35 的产能主要以满足 JSF 研制伙伴需求为主，10几个买家等着提货。泰国哪怕是排队也很难买到。美国对于出售 F-35 战斗机的国家和地区也有先后之分，一般而言以西方国家优先，其他国家的排位靠后。泰国在美国全球战略之中的价值有限，在美国的盟友排位之中处于非常靠后的位置，所以泰国在2030年之前应该很难拿到 F-35。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美国认为泰国皇家空军基地缺乏运作能力，纯粹就是一个借口。客观上美国现阶段没有产能，主观上他们也不愿意出口 F-35 给泰国。进入新世纪后，泰国与中国关系密切，双方建立了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国是泰国第一大贸易伙伴，第二大出口目的国家和第一大进口来源地。中泰两国还保持良好的防务合作关系。泰国从中国引进了大量的武器装备，包括船坞登陆舰、FK-3 防空导弹、VT-4 主战坦克、S-26T 潜艇、无人机、远程火箭炮等等。中泰两军还定期、不定期进行联合演习，例如中泰两国举行代号为鹰击的联合训练，训练包括空地、对地攻击等等科目。2022年，中国空军派出歼104战斗机空警500预警机，泰国皇家空军则派出 James-39 战斗机、平衡木预警机进行联合训练和模拟对抗演习，互相交流，取长补短。所以对于美国来说，自然不希望中泰两国关系走得如此之近。F-35 可以充当中泰两国之间的楔子，以 F-35 要挟泰国与中国保持距离，例如停止与中国空军进行联合训练，减少向中国采购武器装备等等。当然了，一些网友就此提出了一种观点，就是泰国如果没法直接向美国购买，那他会不会向台湾购买二手的呢？或者是台湾目前正在研发的 ADF 战机。说到这里，我必须提一下，目前台湾很多军事专家分析说，如果台湾也想要引进 F-35，只有一条路，那就是必须首先具备自研该类战斗机的能力，否则仅仅依靠购买可能会变成无法维持的负担。但是要想通过这种方式来获得 F-35，那相当于彻底断了台军的念想。毕竟以台军目前的实力，要想自研出与 F-35 同类型的战机，那不是1天2天就能完成的。实际上，对于是否研制下一代先进防御型战机 ADF， 已经成为了台军讨论的焦点。对此，台湾空军前副司令张延廷强调说，台湾当年具备了研发 IDF 经国号战斗机的能力，进而使美国决定对台出售 F-16 战机。他认为，如今台湾如果想要获得 F-35 战机，就必须展现出其研发 IDF 战机的能力。但是话又说回来，不管是哪个国家，既然花了大价钱买了 F-35回去，
那都是有计划有安排的，怎么可能再将自己手里的出售给别国呢？那还有人说，如果 ADF 研发成功之后，以泰国的能力，即便无法购买 F-35，也有可能购买台湾的 ADF 战机啊。虽然 ADF 在性能上不一定有 F-35好，但同样都是5代战机，也绝对不会差。而且台湾这边又不会像美国那边一样心机深沉的要命。目前中科院声称 ADF 战机预计在2024年结案完成。如果真的能够实现，那么你觉得台湾是否愿意向泰国出售 ADF 呢？2020年6月10日，台湾地区空军和台湾的航空工业迎来了一个10年不遇的大日子。由台湾自主研发的新一代先进喷气式高级教练机 T-5 永鹰实现首飞，这不但使得台湾地区空军多年来难以补充的空军高级教练机机队得到了更新换代的契机，同时也被近年来日渐衰退的台湾航空工业业界视作救命稻草。那么T-5究竟是一架什么水平的教练机？它的出现能挽救台湾航空工业的颓势吗？永鹰 T-5 高级教练机研制计划由台湾中山科学院、台湾地区空军和台湾航太工业发展公司 AIDC 合作研发，研发项目共耗资22亿美元。之所以启动该计划，首先是为了替代由台湾航太工业发展公司数十年前研制的 N-3 高级教练机。该机一直被视作台湾航空工业崛起的象征和骄傲，但近年来已经性能老旧落后，不能适应台湾空军装备的现役第4代该进行 F-16V 战斗机的飞行员训练班任务。与此同时，台湾空军用于保持机队规模的第3代 F-5 轻型战斗机在历经多年改进之后，已经改无可改，再无升级的空间，只能退役。然而大量 F-5 的退役意味着短时间内台湾地区空军战斗机总数和机队规模骤降，现有机队和飞行员面临对岸大陆解放军空军日益频繁的巡逻和飞行训练有任务压力，执行升空拦截和监视任务不堪重负，因此必须有新的战机顶上来。基于这2方面考虑，台湾空军决定在同样由台湾航太工业发展公司研发的 F-CK-1经国号轻型战斗机的基础上，开发新一代的 T-5 永鹰高级教练机。一方面在教练机方面全面让 N-3 退休，另一方面则赋予永鹰入门级战斗教练机的功能，使其能够完美替代 F-5，达到一举两得的功用。可以说台军方面计划得很好。第一，永鹰的原型机 F-CK-1作为轻型战斗机，采用小推理发动机，本来从气动布局和尺寸以及动力而言，都更适合作为高教机而不是战斗机。将其开发成 T-5 永鹰高教机可谓物尽其用。第二，台湾航空工业随着经国号项目的结束，在上世纪90年代末到本世纪初，从热火朝天的沸点降到了冰点，中间虽然有经国号的升级改进专案响展维系，但由于原先计划的高级教练机项目一再延宕，10多年间没有新机研发项目，因此人才流失严重，大量经国号的研发人员被韩国趁机挖走，不但成就了 T-50 精英高级教练机项目，使得韩国航空工业这个后起之秀有超越台湾地区航空工业的趋势，而且反衬出台湾航空工业的落寞。而 T-5 项目的出现则给了台湾航空工业业界重整旗鼓的希望。从目前来看，台湾空军现役的用于训练和作战任务的 F-5F 和 F-5E 加起来有40多架，全需要替代，而鹰-3高教机也有40余架。机况更好的另一种美制高教机 T-34C 虽然比鞍-3能打，但同样是1984年开始服役，未来一些年肯定也需要替代。由此计算出 T-5 永鹰在未来10年甚至有130架的生产需求，这已经与 F-CK-1经国号战斗机的总数相当。就像经国号当年一度成就了台湾航空工业一样，永鹰似乎也能成为台湾航空工业的第二春。那么2016年展开研制，4年就研制完成实现首飞的永鹰到底怎么样？根据台湾方面资料显示，台岛已经完成了16架永鹰高级教练机的交付，第17架永鹰教练机目前已经在汉翔清泉港基地完成出厂，并且准备交付给台岛东部的制航基地进行部署。永鹰教练机由于基于 IDF 战斗机降级发展而来，所以其制造难度要弱，简单于 IDF 战斗机。除了是双座版本以外，在永鹰高级教练机的尾部发动机也并没有配备加力燃烧室，这也使得永鹰高级教练机与 IDF 战斗机在性能上差距不小。虽然 T-5是在 IDF 经国号的基础上研制，但机体 80% 经过重新设计，其中复合材料使用比例超过 30%， 这已经是个非常高的数字。要知道 F-22 的复合材料占比是 24%， 而 F-35 是 36%。
另外 T-5 对翼型、机体结构和电子设备都做了修改，除了承担教学任务， T-5 还能和鹰-3一样作为攻击机使用。当然，台湾航空工业存在很多技术短板，因此 T-5 的很多关键设备仍需外购，比如发动机来自美国，起落架来自英国。尽管永鹰高级教练机才能完成17架的生产制造，但是台军指出，目前已经达到了台军采购进度的大约 25%。从台岛的永鹰高级教练机首飞到现如今完成了台军采购进度的 25%， 台岛永鹰高级教练机的进度是非常迅速的，而台岛永鹰高级教练机的进度甚至已经超越了美国新一代教练机。如今的美国在教练机领域是相当头疼的，美国人目前仍然在沿用大量老旧的 T-38 高级教练机，而对于美国来说，美国也早已想对教练机进行更新换代了。美国早已计划要使用全新的 T-7A 高级教练机取代现有的 T-38 教练机，奈何 T-7A 高级教练机在研发的过程中进度一直不理想， T-7A 高级教练机已经出现了各类麻烦，而由于 T-7A 高级教练机频繁的出现各类麻烦，这也导致 T-7A 高级教练机时至今日都没有量产，并且取代 T-38 高级教练机。从教练机的装备和研发进度上来看，台岛的永鹰高级教练机确实领先于了美国。台岛的永鹰高级教练机能够在进度上领先于美国，因永鹰高级教练机的制造研发难度较低有关，因为永鹰高级教练机是 IDF 战斗机降级而来的一种型号，而这种与 IDF 战斗机降级而来的型号在研发难度上是相当低的，因为永鹰高级教练机所使用的绝大部分零部件以及技术都是来自于现有的 IDF 战斗机，而 IDF 战斗机早已是一个成熟的产品了，所以平心而论， T-5 永鹰的气动布局设计继承自经国号，而后者是台湾航空工业学习借鉴美国的作品，气动布局设计完全符合第4代战斗机和第3代高级教练机的标准，设计紧凑，具有良好的亚声速飞行和机动性能，飞行品质不错，作为高级教练机使用完全够格，也比 N-3 明显要好。加上它在技术渊源和技术标准上与台湾空军现有的经国号 F-16V 战斗机一脉相承，在培训战斗机飞行员上更具有先天的优势。不过作为入门级战斗机，兼顾多用途和对地攻击机任务， T-5 永鹰仍然显得不足，首要的难题就是动力。 T-5 永鹰似乎是瞄准了大陆同样兼顾敌方战斗入门功能的教练。富时猎鹰高级教练机一样选择采用了5加力的美国 F124 发动机作为动力，单台最大推力仅为28千牛，而 F125 则为军用推力 26.8千牛，最大推力 41.8千牛。目前 T-5 高教机的空重和正常起飞重量2个参数尚未对外公布，但考虑到它的原型机 F-CK-1 和大量采用复合材料设计等因素，其空重也有很大几率超过5吨，甚至达到6吨，正常起飞重量则超过8吨。拿其他主流的3代高教机作为对比，同样安装2台 F124 发动机的意大利原346高教机空重 4.6 吨，而中国的教练负10空重 4.5 吨。可以看出 T-5 永鹰在整机推重比上落后于主流的第3代高教机，这不但使得其飞行性能、载荷能力受到限制，同时也使得战斗入门兼顾攻击机的目标显得十分吃力。毕竟战斗入门版本的 L-15B 猎鹰将要采用的 I-22-25F 加力型发动机单台最大推力达到 41.2 千牛，如果永鹰不能换装加力版本推力明显更大的 F-125， 则其执行战斗任务仅于纸上空谈，恐怕只能携带1吨出头的弹药，非简单的对地支援任务。毕竟 IDF 经国号的整机推重比永鹰好看不少，但仍被诟病动力不足。T-5 永鹰作为上世纪90年代经国号之后台湾地区航空工业的最大动作，的确在大规模采购 F-16V 之余，用台湾地区本土工业科技的力量，弥补了低端轻型战斗机和高教机数量不足、更新换代的短板，基本达到了目的。但要说它能够为台湾航空工业力挽狂澜，那是真的悬。首先，台湾的航空工业技术发展规模不足，且严重受制于美国军工。F-16V 采购项目之后，到5代机采购之间又是10来年的空窗期。这个时期台湾航空工业一是得不到台湾当局的重视和资金支持，二也得不到美国航空工业在技术上的充分指点和支援，发展难免又要陷入2000年之后的停滞状态。其次， T-5 永鹰项目从技术上主要还是对经国号的复刻和一定程度升级改进，
对台湾航空工业而言，在技术上促进效应不明显。近年来，台湾航空工业技术发展缓慢，人才流失严重，又错失了航空工业发展升级的机会。中山科学院近年来在无人机研发领域屡战屡败，就是明证。永鹰项目固然可以缓解台湾航空工业一时的燃眉之急，但想改变这些根本的问题，还有很多的路要走。好了，尊严只在剑锋之上，真理只在大炮射程之内。我们下期见。